你们知道偶像剧最盛行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吗70年代。哼，刘青霞吗？窗外哦也可以啦。可是，在后来的年代，应该是 F4 的年代，就是《流星花园》那个时候开始嘛。你知道本地有一个艺人，他也去拍过偶像剧，你们知道谁吗？不知道吗 ？OK， 本地有一位不是偶像的艺人，他去拍过偶像剧，这都你不知道吗？他跟你常常去跑步的。是吗？哦，OK， 他是演5566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西街少女啊，世界上 Kim 她演孙协志的妈妈。今天的这位艺人呢，他只参与过本地的英语剧，但是他却在台湾的偶像剧一炮而红。是谁呢？一位帅哥。全听你说。嗨，嗨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算是第一次见面吗？算是第一次。这节目我还第一次访问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哦。请问那个胖胖的那个黑色衣服的人跟你什么关系？经纪人哦，他在这边的名声不是很好哦。是哦，他有一个艺人在他旗下很多事，真的哦，谢谢你告诉会我，闹事。我现在会注意了。请坐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所以我要叫你叫我威廉吧。威廉啊。 Yes，so 利威廉，对利威廉，欢迎利威廉。你好，谢谢。你的利威廉是本名吗？其实这是艺名，所以你的本名是本名是 Leon J. Williams。刘 J. Williams。对他们就把 Leon 的 Lee 啊，就有这个声音嘛，然后 Williams 就是威廉咯。那我说哦，好了，那这个名字我可以接受，听起来就像我的名字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只是用一个名字做一个开场，但是我很惊讶的是，你的华文很好啊。谢谢。是你的华文应该是说在台湾起跳的。就学 on the job，哦，在背台词的时候。 OK，因为李威廉在台湾拍的《天国的嫁衣》一炮而红，演那个霸道总裁。告诉你，其实我现在不敢看《天国嫁衣》，我觉得我演得很不好。真的吗？我只能说，我拍《天国嫁衣》的时候呢，可能50%的情况下，我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很多都是硬背的。我之前想知道，一个华文都不是很溜的人，怎么样可以去到台湾拍到这部戏？我觉得我算是幸运的，他们就是要找一个华文没那么好的一个演员。啊，对，然后他们主要是说没关系啊，你的华文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可是到最后到了现场呢，就发现整个工作人员全部都只会用中文沟通，然后很多台词呢，我讲英文，大家都看我抓头，听不懂。所以呢，我还是会尽量学中文来讲出这些台词。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没有手机翻译哈，没有，怎么样翻啊？没有在拍的时候，每一天跟公司的人坐下来，然后念剧本，就像上学一样。可是我只能说，你可能天生的就是明星，演技那时候肯定还不到位，台词又不在那边，可是你就是我可能气场其实我算是新人在演戏了，可是因为我做模特也拍了50多个电视广告了，所以我有镜头的经验，所以有可能在这里我就不陌生。如果我真的是全新人呢，肯定办不到的。所以这个关键点就是威廉是从模特儿起家的。我差不多17岁呢，我妈妈跟哥哥就觉得我很害羞，就是我连小时候问路都不敢问人家路，如果我迷路，我就硬自己找路的。所以我妈妈就跟我哥哥说：“你有没有认识人呢？带他去上一些模特课程，给他一点自信。”所以我哥哥就帮我去，以前都是怎么 Yellow Pages 来找还是什么，就找出一个公司让我去学了。然后也是要你长得帅吧？其实没有嘞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长得特别。而且可能也是我妈妈的教育了，在家里她从来不会说哦你很帅哦，你跟哥哥都很帅哦，没有，我妈妈不会这样讲啊。对啊，是昂哥昂弟就常常会，耶，这小弟弟好可爱哦。不会嘞，可能小时候就晒得很黑，然后瘦瘦的，你知道，就像那个猪肝啊猪肝这样。然后就为了要壮大你自己的那个信心，哥哥就帮你去报名。对。过后，公司老板就跟我讲嘛，说如果你有兴趣啊，我们真的可以帮你接一些模特的东西咯。那我说哦好啊，就当零用钱啊，就这样开始的。你有去参加模特儿比赛之类的啊？对，因为我妈妈是单亲妈妈，然后我都会想办法赚零用钱。然后每次都看那些模特比赛，哇，第1名3000块，第2名2000，第3名1000。我说哇，那前面3名都有钱，好了，报名啊，就不要妈妈那么辛苦。
然后报名有次都拿奖吗。其实我参加了可能4个比赛吧，我记得只有1个我没有被排名，其他的都是2都是3，第3名。然后终于有一次就那个是大一点了，才中那个冠军。是不是那时候就看到那个时候的利威廉？其实没有，那个时候我当完兵。就是新模特公司老板就说你要不要去泰国？他说因为你长得像混血，那边很多广告可以接的。那个时候的收入会高吗？我觉得以一个21岁的人还不错啊，有几千块一个月。然后没想到我在那边怎么待就待2年。啊？对，因为在那边很受欢迎。讲的多可爱呀！这算很幸运了。对，就是你这样的长相，在泰国是美男子嘛，尤其是用国外的。对，大家都觉得我长得很混血，大家都觉得我很泰国人的样子。所以你做完2年之后，你会自动离开，还是又有工作 offer 你离开？那是因为做了2年的那个 portfolio 就越来越强了嘛，公司又跟我讲可以去香港了，香港市场更大，所以我说也不错，香港好像可以赚得更多钱，就混了4年。又4年的全职模特对。做模特你大概拍过几次照，或者是说做过几次这个，你算得到吗？50多个电视广告在全亚洲。然后你的朋友看你当模特，把你这个职业看作是什么？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回新加坡，因为有社会压力。大家没想象，其实在香港、泰国做模特是职业的。所以我每次回来，亲戚朋友都会问我说：“什么时候要找真的工作？”然后我说：“什么意思是真的工作嘛？这不是很好吗？我做这个很开心，又有赚钱。可是在我心里，我也知道这也不可能是永远的。”你也这么认为？当然，10个人这样讲你会不会想那么多吗？你还是会被影响。对，有可能是也这个小原因呢。我一直说，真的，如果我在做这个，我不能在新加坡，所以我一直让自己在国外飞。对，是。那你在这当中，怎么没有想过你回来新加坡的时候来参加 Media Corp 吗？有，就是我回来，然后有一些试镜的机会嘛。有啊，我中过几个角色啊，就是一集一集的那种啊。什么 War Diary 啊 ，Triple9啊，跟谁有？加速先生啊，我都演过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也有准备的。你有准备啊？哇，这个就糗了。这个就是看他华文不好，然后怎么讲英文吧，来看看他演英文戏。这是第一次演戏。这是第一次。This is useless. Fighting this is like big suicide. Come on, Danny. At least learn how to use it. This is worse than nothing. Danny. 就这每一场戏吗？看了这个，我记得当时我们休息就跟他一起吃饭。跟谁？郑明辉。对。一起吃饭。然后呢，他没得吃饭呢。很多人找他拍照。对啊，那阿姨在卖东西的都让人家排队过来找拍照。真的啊。叫他签名，我坐在那边跟其他的算是没有名的人坐另外一边嘛，然后就看他，就觉得我不想过这种生活啊，他连吃个饭都不能吃哎。原来你看真的。然后他真的到一个地步，他真的很客气的跟人家讲请大家不要叫我来签名了，因为我真的需要时间吃饭，不然我们要拍我没得吃饭了。然后可是我自己告诉自己呢，哇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要当这种红的演员。你好没有出息哦。不是，你忽然给我这个暗示，我觉得你在想什么？我从来没有明星梦啊，就这样讲嘛，明星梦嘛。对。对，我本来就是做模特，因为我可以去别的国家去看看啊，然后算是旅游嘛，办旅游，然后也能赚一点钱，然后就很满意了。然后在新传媒，你有没有尝试或者是见过任何经纪人？算是没有。我觉得有时候也是缘分的。在香港，我是认识那个台湾的模特公司，他们的老板就叫我去台湾。那个时候只是跟我说，我们全付你过去2个月吧，然后你接一些广告。可是我没想到他们对我的计划有更大的，他们只是不敢跟我讲。然后我到了那边呢，不到2-3个星期啊，他们就说，有这个电视台要你试镜。我说试镜什么？说戏啊。我说哦，好啊，笨笨的去试。我去试镜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王心凌是谁。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很有名的歌手了吧？过后1-2天后，他们就说那个电视台很喜欢你，可是如果你演这部戏要拍6个月，然后你要待2年，签个2年的合约。可是我当时在香港本来有一些小计划，你知道香港房子都很小，我终于租一个比较大一点的，然后我跟一些摄影师说可以合作，
拉一些新 model 来做 portfolio 啊，就算是小生意了，所以我慌张了。我第一个反应是跟那个制片讲，我不拍了，我想回去做模特。是有这个制片，他说服我，他真的叫我拉我去一个会议室，在电视台把我坐下来，我说你什么担心，告诉我。那我就说，因为我的语言不好啊，我就是这个担心啊。然后如果我放弃了6个月，我的模特的行业，我能捡回来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可能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转捩点。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你放心，这是我的私人的电话号码，你找我，我会帮你处理。我真的被他说服了啦，没有想到我做那个决定，我整个后面的人生都变了。是，你在拍的时候，你有感觉到这部戏会爆吗？没有，也都没有想到，没有，就只是每天只记得背台词、背台词、背台词。而且台湾那个时候那个偶像剧是安档的，一边拍一边播。你就算做了再多功课，他可能临时就要对现场变。常常这样。每次我背好剧本去现场啊，导演会讲，哦，这个场景不适合这个话哎啊，改，他会觉得没关系，我给你半个小时，你去旁边去背，我在这边拍别的。可是我昨晚背了2个小时，你现在给我半个小时背完全改过的戏，我会有压力啊，很辛苦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到现场逼到你就是发音啊，给我去加，你就不管什么了嘞。对，然后有时候我讲错了，大家会笑，他们不是在笑我，是因为我讲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很好笑啊。可是这种被笑的感觉也不舒服啊。对啊，对。到最后我就是个小丑。可是大家如果觉得我很受欢迎，那好咯，那至少我受欢迎哦。所以当你有情绪的时候，在台湾，我知道你也会去找你妈妈去诉苦。对，请妈妈来。我拍《天国嫁衣》到了第2个月，我妈妈真的在电话中听到，然后就讲，我过来陪你了，你可能会有精神一点，我至少可以过来帮你做个饭，你就不会那么想家。然后我说哦对哦，然后说好吧，好你过来啊，他就跟我住6个月，他也觉得很新鲜。你觉得妈妈给你最主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陪伴跟保护，还有推动力？我觉得你有亲人在你的旁边呢，在你做任何困难的事情呢，都会给你那个多1-2% 的那个精神，这就让你再撑一天，再撑一天。妈妈会跟你讲些什么？哇，motivation。会啊，他就跟我讲啊，坚持啊，你就再几个月而已，再几个礼拜而已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其实我需要的精神多多少少就得到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妈那个时候没有来，你会真的撑不下？我觉得我应该会把戏拍完，可是我可能会得忧郁症啊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威廉一定是从小跟妈妈的感情就特别好。很好啊，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哥哥差11岁，所以我妈妈都当然会比较保护我了。我妈妈去那种员工旅游啊，都会带着我。哦，妈妈的宝贝。对，我就是妈妈宝贝。但是她要一个人把你带大，应该不容易。可是她也很严格，她从小就把我们训练得很严格。是怎么样？就是因为她说我常不在家，你一定要把家里整理好，不要让我回来然后乱七八糟的。啊，你从小就是灰姑娘啊，就在家里要一直打扫。这也不是一直打扫，她只说你把你玩的玩具收回去，你看的书放回去。你起床要不要把棉被折好 ？Yes。你们能自己做什么就做，不会做我会帮你做。可是你学好了，你就要自己做。所以你整个童年过得是很独立的。我很独立可是也很辛苦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妈妈都要上班，然后我记得妈妈都做些什么东西？我都记得她至少每一次都有打2份工作，就是为了照顾我们。她几乎看不到你们呢。我也不知道怎么，我从5岁、6岁都自己照顾自己，算是。她会把吃的放在一个保暖盒。然后我就乖乖幼稚园在楼下，回家自己拿出来吃，等他回家。然后我哥哥也比较大，可是我哥也会照顾嘛。那个时候如果他10几岁了 ，teenager 嘛，对啊，只能这样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跟我哥哥也很亲？12岁是不该打工嘛？对。那是犯法。你去做什么？发传单。那个时候也是哥哥带我。对，我妈妈说让你们要赚一点零用钱，在 MRT 那边发。要不然就去那个 HDB 邮箱放进去啊，就这样。跟那个时候就跟哥哥一起做，就觉得很好玩。做 waiter 什么我都做过了，真的。我以前还卖花，在花店卖花。就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对。过后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没关系，书本这些我都有赚够钱，我自己买。哇，好豪气了。我就只能这样了。其实我越自己独立，我越说我能做什么让我妈妈舒服一点。因为我知道他年轻时候很辛苦，
她嫁给我爸，我爸是个混血。你想那个年代，50年代、60年代，人家不接受的，哦，OK，对吧？所以我知道我妈妈那边家庭都可能很排斥她。哦可是到最后，可能跟我爸有一些文化的问题嘛，然后到最后都离婚，所以他会很辛苦嘛。我了解他的痛苦了，所以我本来的目标就是要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。做模特赚的钱呢，就帮她装修她的 HDB。就我们那个时候都住到破破烂烂的，现在我妈妈还在那边，她舍不得，那是我们长大的HDB。我告诉你哦，我买 condo 送她，她不要住。为什么？她说这是我看你们长大的地方。对。哎呀，妈妈好伟大。对，我妈妈就说我不管怎么样，我能住这里，到我不能照顾自己，我就住这里，对吧？所以就发现，其实人生也不是说你做得多成功啊，或赚多少钱，这些都不重要的。到最后就是你的最亲的人在你身边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在台湾生活的时候，有没有很不习惯的，就是台湾的狗仔文化？哦，对，那个时候很陌生。每天那么辛苦拍戏，然后有一次就发现狗仔真的直接待在我楼下1个月，拍我整个过程。然后我就想到有一次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她是空姐，那时候我妈妈还没有过来，然后我就叫她帮我带我的一些日用品啊，有的没的东西过来。她就过来我家给我东西，可能待个半个小时，全都被拍了，因为我朋友照片都跟我被偷拍上报纸。过后他的公司就下个公告。就是说，不能有空服员或者任何工作人员跟媒体的关系，要不然这是影响到公司的口碑，然后你会被开除的。不，他怎么知道？除非他穿着。所以我说狗仔很恐怖，他们跟着他回去他的 hotel， 他们一知道这个饭店他们住这里的，这是空姐啊。他们可能待在那边1天，看他隔1天就坐飞机走了，所以他们知道，他朋友是空姐，所以他们1个月后就问我，你这个月来有做错什么事？我说我做错什么事？啊，想，我只想一堆台词在头脑里。报社跟我讲，有个女人去你家，是谁？该告诉我。然后我突然说，哈，我朋友来带东西给我，又怎么会想那么多呢？是不是女朋友？我说不是啊，明明都不住在这里。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对啊。对，可是真的在谈恋爱的时候呢，也害了我现在的老婆，就是跟我走了1前1后。那个时候我刚搬家，所以狗仔还不知道我住哪里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也过来我家，平常我们比较多在家里聊。刚好1年后我才被发现，又来了，公司说是谁，什么的。我说我承认这是女朋友了。然后1晚下来。房子、车子、女朋友全都曝光了。对。可是那个时候你也是铁了心了，干脆就讲出来。对，是真的，我是诚恳的，我当然公布啊。可是那时候你为什么在不要说一交往的时候就跟经纪公司讲？经纪公司知道。对，那个时候我有跟他们说。他们会不会去查你女朋友？其实他们一开始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有女朋友？以前那个概念就这样嘛，就是单身最好的偶像嘛。可是我说我几岁了？我说29岁还没有女朋友，然后我要什么时候找女朋友？所以我到最后我就跟公司说没有啊，如果真的被发现，那就公布咯。所以你是不是在台湾也遇到了这个狗仔文化，稍微有一点怕了之后，你才会辗转去到了中国？到时候我在台湾就开始拍《绿光森林》，因为公司就说帮你量身定做一部戏了，因为《绿光森林》真的是量身定做给我拍，就是没想到拍了《绿光森林》又有不一样的压力。每天上下山1个半小时，自己。其实我真的，我每一部拍完了，每一部真的我会告诉自己啊，这就是我最后一部，真的每一部就这样。助理如果打电话说我今天不舒服，我就1个人上下山。那你拍到晚上，你真的回去的时候啊，路是黑的，开的在隧道里面，很长的隧道，你就睡着。我真的快撞墙了才起来，翻车。哇！还好没有车在旁边，而且不止发生1次。6个月之内发生了2次，那个时候我就说这是我最后一部戏，我不会再这样拍戏了。我说这不值得我的生命。对，所以当时我拍完《绿光森林》，就是又中了，很受欢迎。我也是没想那么多的。我很想拿水泼你，又中了，很受欢迎。你是老天因为你的。没想到过后，《绿光森林》上在中国大陆很受欢迎，然后就慢慢过去了。然后你慢慢过去，会有一些剧本啊、戏都过来找我拍。然后我又说，第一个反应说不要。可是当然呢，简单的讲，
在中国大陆很好发展，市场很大。可是我不觉得我的中文够好。他们说一样，你就去那边演你的 ABC 就好了，就这样。又要去演 ABC 这么好？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说哦，好吧，再试一次吧。因为说实话了，那个费用真的跳很多了。辛苦的3年在台湾，就是为了在中国发展。所以到最后，我每次都想，就想给妈妈比较好的生活。钱可以赚多一点就赚多一点嘛。对，可能就拍这一部过去了。我觉得李威廉真的是很会立下誓言，他每次都就是这一部。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拍戏，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合资的片子，然后呢，遇到了很多困难。我们在那边拍戏不是领月薪的，你拍一部戏给你多少就是多少嘛，然后他们会分期付嘛。中间拍了1个月就说没钱没钱就算了，就不拍了。对我来说就那么简单嘛，可是对他们来说不一样啊。公司跟我讲，制片说拜托把戏都拍完，后面2、3个月拍完，然后再给你工资。但我跟公司讲，这有保障吗？他们现在说没钱，肯定有问题啊。所以如果拍完了，制片方那边不给钱，你们公司会给啊？那公司说啊不会啊，可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。当时一些台湾的演员都很好心，他们跟制片都很好，他们说继续拍。中国大陆的演员说后会有期，走了。那我说啊，我干嘛呢？我就说我不拍。这件事情我记得你这边谈，我还记得印象中有报道这个新闻，对说你耍大牌，但是你很无语，他们都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。对他们发新闻啊，他们就说你耍大牌不去拍戏什么的，可是他们不会说，因为他不给钱啊，这么简单嘛。那我说你签个合约就是要按照合约走啊。这大家都以多欺少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就感觉我好孤单哦，一个人。可是很难看出来，就是你从小这么害羞内向，出了社会，你非常有自己的想法、有意见，而且你会说出来。就我觉得真的到一个地步，你不讲出来，你会一直被欺负了。然后你真的要学怎么保护自己。哪一部戏你终于才告诉你自己，这个不是我最后一部，我应该会有下一部了。我觉得在我在台湾拍了一个我演流氓的戏，拍了《混混天团》。那个时候导演对我很有信心，他说我要把你颠倒角色，把你的这个偶像跟王子的形象颠倒，所以他叫我留胡子，然后头发就卷卷，然后就给我去晒黑，演一个台湾的流氓。我真的可能到了那一步，我才觉得我在演戏。OK， 已经感觉到爱上了。对，我更爱上演戏了。虽然很辛苦，可是这是个过程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那个戏出来成就感都在。我在想哦，你在前半生的那个演戏的阶段，给自己下马威，我再也不敢，我再也不敢，因为你很了解自己。可是没有嘞，我真的是很诚恳的说，这是我那个时候我说最后一步就是最后一步。不，你这种人很容易会被人家误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很多艺人啊，讲说我再也不拍了，最后一部，最后一部，又出来了，又出来了。所以我说我没有拍那么多啊，我真的这10几年来，我甩掉的剧本真的多很多啊。对，那我也想问你哦，你最近怎么会签约新传媒？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 COVID-19 发生了，我们搬回来这里，我也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我女儿毕竟也是开始要念书了，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在新加坡念书就是双语言嘛，所以当时全世界关闭嘛，我就说好，那我选择新加坡来住，女儿就去幼稚园。我也觉得我休息一下，我现在真的是很喜欢陪我女儿，所以我事业都放一边，享受一下新加坡的环境。对吧？我先去喝一个kopi币啊，去吃个云吞面啊，我就很开心哎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想用我的母语来演戏，可是你那么多年在华语市场，我也不会想那么多了。就在这里就慢慢就认识经纪人，然后就觉得新传媒有美国经纪公司的关系，那我们就有一个 meeting 嘛，就 Zoom call 跟美国那边，他们就说你这边应该蛮受欢迎的啦，可以试镜，然后看有没有什么机会。那我说那好吧，这个不对呀，他一直讲美国了，他一直讲未来，你怎么没有想过跟我一起主持节目？没有想过拍我们的电视剧嘞？对啊，没给剧本啊。是吗？是吗？有机会演我会演啊，如果角色这些有吸引力啦，我要演啊，我 OK 啊。你有空看看我们的剧本，你可以在这边喝kopi哦，什么都有。然后孩子，你一下班3分钟就回到家了。孩子、老婆、妈妈都在，你要享受在这边拍戏的乐趣。然后我们再来讲讲女儿，就是你现在全心全意的在陪你的宝贝女儿，你真的太疼你的孩子了。我从没想到要有小孩子，
我不是那种说哦，我的人生就要结婚生小孩那种的。我太太跟我很多年了，有一天她就直接跟我讲，她说我们该生小孩了。然后我说哦，我这听起来也 OK 哦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哎，对对，真的是这种反应啊。可是没想到女儿出生，我的整个人生的方向都不一样。跟女儿一出生，我真的说我不想消失3个月看不到女儿，我会 miss 她的长大的过程。我就是要在家里看。所以你就是真的要全心全意陪着他对，因为成长，不想错过。我是觉得有多少人有这个可以不工作5年？好了，那个时候拍戏全部都是有理财了，所以呢，我有这个能力不工作几年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妈妈年纪也越来越大，我要在海外多少年了？是不是该回家了？是，所以我女儿出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理由，多留在家里。就很像我们在资料上有看到，就是女儿在网络上被人家霸凌这件事情，是太太比较生气，还是你会比较生气？一开始我觉得我比较看开，因为我觉得啊，媒体写什么我不管，可是我太太就会影响到我。她说你可以不管，可是有时候到一个程度，你一定要管。所以我是那种算是个睡觉的狮子，我可以每次睡觉不管，可是你一叫我管东西呢，我可能会起来了，然后呢，我会尽量把这个东西弄大一点。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说不要把我叫醒，很累。对 ，So man，这个你就真的是男人了。啊，这有关那个事情呢，我也不想写那么多，可是我一写了，情绪出来了，然后当然就写一堆啊。我真的没想到被抓成那么多新闻，就是要反应大，就是要反应大。可是效果达到了，就不要让这种媒体再伤害别人的小孩了。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那你陪伴他的最终的教育是什么？生活习惯，像你当初小时候这样啊？对啊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像我妈妈传给我的一些教育，我真的是不得不觉得在教他。小朋友是看着你，跟着你的，看父母，对父母的。我们在家里都没有佣人嘛，然后我们都自己扫东西。现在他自己房间，他都喜欢很整齐。就我觉得我没有把他宠坏，我们还很难得嘞。啊，我不知道了，这是我的长大的环境，所以我们教育的方面，我没有像我跟太太都觉得没有那么 focus 在像念 ABC 念1、2、3，我觉得这生活东西要学的比较好，学做人比较重要了，我觉得对，一切给你都特别满足，而且你可能更珍惜。对我真的从来没想到会走到今天了。我也没有想到利威廉会是我的同事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再请利威廉一样在我们节目中啊，与当年的自己来一段对话，看看威廉会选择在他的什么样的年龄阶段。OK， 哎呦，对，年轻很多，那个在不一样哦。那个木栅动物园，这个照片呢是我差不多15、16年前，然后我记得我去那个有几天放假的时候就去动物园玩。这个几岁啊？这个应该是我在台湾的那3年吧，所以也不年轻哦，你在台湾的3年，28、9。29。如果要我跟他讲的话，我应该会跟他说，请你坚持下去，不要说再不拍了，就要坚持尽力，然后好好就做你自己，身边的人都会体谅，还有支持你。所以，请你不要放弃。想当年，我就觉得真的想哭了啦。然后，真的很感谢我妈妈，虽然她82岁，现在身体很健康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幸福，身体健康。好，然后我们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您。哇，这个大礼物也不会啦，这不小。谢谢九林，来，您才看很重。看。OK， 要开吗？可以。这是个蛋糕。你老婆很喜欢吃蛋糕吗？还是孩子很喜欢吃蛋糕？还是你们很久没吃蛋糕？小朋友都会吃了。也可以。哇，他是礼物也是很哇哦，哇哦，狂野的。哇，这是那个游戏啊。对，而且来这个拿。哇，就是这个可以一家人玩游戏的一个亲子游戏。其实我们真的在家里会玩很多这种像 board game 啊这种。这个呢也是一个新加坡的特别的游戏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才刚回来嘛，时间也比较少一点。对，你多玩这个游戏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新加坡生存游戏。我觉得这个应该看起来蛮好玩的。还有很多的角色啦，有安迪啦、安哥啦，都是很 local 文化的。OK， 好，还是让孩子也多了解新加坡。哎，对哦，这些也是啊，一起。太太开心吗？谢谢，哇，真的很贴心。谢谢你们今天上节目，也谢谢很贴心太太来这边给她精神上的加油，
跟打气啦。谢谢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 thank you 谢谢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